看看我后面的那些山上，是不是都是光秃秃的，一根树都没有？四周山上全是光秃秃的。今天讲讲西藏关于树木的情况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的热喀子市，也就是我的家乡。现在呢是最暖的时候了，太阳升起来有12度左右。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，太阳大大的。西藏的冬天早晚温差很大，但是中午呢是比较暖和的。我现在还在村里，等会儿呢到县城里面去办点事。看看我后面的那些山上，一根树都没有。就是有人好奇的问，为什么你们西藏不种树呢？树是不是全被砍伐完了？今天呢，趁着这一期视频呢，给大家解释一下西藏种树的一些情况，还有西藏的树都在哪里。西藏的山在我视频中出现了很多次，无论是在拉萨还是山南日喀则，我镜头下的山都没有树，看起来很荒凉。确实如此，光秃秃的山并不好看。除了路边有几棵零散的树木，山上让人感觉不到生机。在西藏海拔3800米以上的地区，普遍出现山上不长树的情况。3800米的拉萨，4000米以上的日喀则、阿里就是这样的典型。西藏位于青藏高原，这里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地方，海拔平均是4000米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孜县，这里的海拔是4300米。那么西藏的山都是这样的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今天呢，我来告诉大家西藏的树都在哪儿。西藏的树距离江孜县210公里的亚东县，还有吉隆县、聂拉木县这些地方是日喀则植被最丰富的地方。亚东县的亚东高暖湿气流加上演出河高山上的冰川流水，让亚东和江孜县变成了西藏的粮仓。尤其是江孜县被誉为青稞之乡，但是日喀则的森林相对比较少，在山南措那县也有不少的森林，山川秀美。但是整个西藏最多的树还是在西藏的林芝。林芝被誉为西藏的江南，也是西藏海拔最低的一个城市，平均不到3000米。林芝的森林植被资源占西藏85%以上，水利资源占西藏的70%以上。除此之外，林芝还是全国第3大林区。日喀则等地没有树，也是因为海拔、气候多因素导致的。这些山大部分为岩石构成，不具备种树的条件，海拔高难以把树生存。对于环境保护，我们西藏做得很好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西藏一直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，在阿里、那曲等地，种活一棵树都有奖励的。在西藏，我们并非是不种树，只是在没有土壤供大树生存的地方，努力暂时是一种徒劳。除了以上提到的地方，还没有提到的少部分地区，大部分的山只能生长第一类的植物。气候寒冷会让很多植物都枯凉。保护环境当然是最重要的，生活在西藏的每一个人都明白，对于美丽的家园肯定是好好珍惜。西藏的魅力就是它各种的景观，身为西藏的一份子，内心感到非常的自豪。有人会觉得西藏比较落后，所以城市环境应该不好。但是通过我的镜头可以看到街头干净整洁，没有垃圾，人们的生活也非常有序。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将回林芝的学校。3月的林芝是桃花节，春暖花开，很期待春天的到来。我后面的那些树，都是我们自己村民种的，然后就没有自然就长出来的那种。这边的话，冬天虽然就因为天气的原因，然后就长不出草啊、树啊之类的，但是夏天的时候还是蛮好看的。夏天的时候没有这么冷清，也没有这么灰尘，有满地的油菜花，有青稞，而且有满片的树。夏天的时候还是蛮好看的。如果大家真想知道真正的西藏是个什么样子的，可以亲自过来看一看，到林芝、拉萨、日喀则等地看看西藏一样的美景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下期视频见。作为一个西藏的姑娘，一直很向往的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东北。因为好奇，想在东北过一个冬天。
Hello， 大家看3个周敏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妈。终于忙完了农活，我们刚回到房间去休息一下。炉子已经点着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烤火。我通过上网和视频了解到，东北的冬天很冷，有时候甚至达到-30多度，但是他们有集中供暖，一进到屋子里面就是特别的暖和。然后就可以脱外套，所以呢，就特别想体验一下集中供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。因为西藏没有集中供暖，尤其是农村没有空调、没有地暖这种的设备，地暖那些只有在市区里面、城市里面的一些应该有吧，但是我们农村没有。是我们的烤火神器。这种炉子呢，我们平时呢基本上都会一直烧着，平时呢用来煮一些酥油茶呀、甜茶，还有煮开水、煮饭之类的，还有就是取暖。西藏最冷的地方应该是双虎县，那里的海拔平均超过5000米，也是西藏最大的县城。双虎县和西藏拉萨、日喀则林芝不同，冬天西藏整体都很冷，但是拉萨等地只有早晨和夜晚冷，中午的太阳升起来后可以达到13度，站在太阳底下非常的暖和。但是双虎县冬天24小时都在0度上下，晚上为-21度。西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夜晚吹风很大，刮风在身上是刺骨的寒凉。双虎县不仅风大，海拔也高，加上稀薄的空气，觉得在东北的朋友也扛不住这里的寒冷。在这种的自然条件下，西藏的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炉子，这种炉子呢叫做藏炉子。这个还有旁边的这个呢，是他们两个是一套的，就是配对的。这个呢是装牛粪的，就是装柴火的，在炉子的旁边放着。这个也是有分叉的，这边装羊粪，这边装牛粪呀、木材之类的。在城市里面，由于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，一般都会安装一些空调、地暖之类的。还有就是有的房子相对来说没有农村这么大，所以用不了那么大的炉子。但是在农村，这个炉子是非常必备的。装炉子呢，相对来说冬天比较多一点，夏天的话，因为天气没有那么冷，有一些开水之类的，大部分都是晚上会烧一点。除了炉子呢，我们还有煤气，不是只有这个炉子。然后冬天的时候，因为天气比较冷嘛，然后早晚都要烧，是因为要取暖。炉子里的火一直烧着，散发出来的热度布满整个房间，就相当于开了地暖。忙完一天的农活，我们一家人就坐在这个屋子里面喝着茶。所以夜晚即便是降温了，加上我们自己做的羊毛被子，也丝毫不到寒冷。还有就是，除了炉子，我们还会做一些羊毛做的衣服啊，还有通过一些饮食来提高自己的体温。西藏最主要的食品就是酥油茶、牛羊肉，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物，长期吃对抵抗严寒非常有作用。西藏的面积有120多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却只有350多万，在地广人稀的地方，集中供暖是一个浪费。即使冬天比东北还冷，但无论什么条件，我们都能找到应对的方法。人类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。如果大家想到西藏来旅行，冬天也可以放心，除了双湖县那种海拔超高的地区以外呢，其他的地区是非常暖和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西藏欢迎大家，下期视频再见。